大家好，我是命运的乐章。他索弹的爆炸声为争夺伊莱莎的行动画上了休止符，可战争和混乱没有休止。第一位面的格里芬仍然没有完成撤离，敌对位面的铁血和军方依旧大范围滞留混战，而阴影中的第三位面也首次展现了他们的真实面貌。他索弹爆炸22小时前 ，SOP2 被 M16A1 强制通讯唤醒，用铁血的零件对自己进行了修复。SOP2 来到 M4 的位置 ，M4 心智启动了应激模式，无法被唤醒，而自己只能带走 RO 的核心，找到附近的安全屋躲避。为了找到能够给 RO 核心供电的备用电源 ，SOP2 前往一处格里芬补给据点，却发现此处已经遭到了铁血的洗劫。在赶往铁血补给据点的中途，遭遇被铁血围困的 CX4、风暴等格里芬人形 ，SOP2 救下众人。随后，众人建立好防线，与稻草人对峙。此时，军方巡逻队进入战区，对双方发动了攻击。SOP2 独自与稻草人和平谈判，取得备用电源，双方同时开始撤退。为了存活 ，SOP2 带领队伍对抗军方，避免军方部队河流剿灭铁血。稻草人也帮助 SOP2 等人绕过铁血精英据点，成功抵达格里芬的据点。SOP2 进入2级平层，成功唤醒了 RO， 将其心智核心装载在自己的体内 ，RO 也以兵蚁的形态复活了。他索弹爆炸后，受到感染的安杰醒来，因为辐射浓度过高，影响通讯器，无法与忤逆小队取得联系。在转移途中，安杰与帕斯卡及哈维尔取得联系。哈维尔准备将通过建筑师开发得来的重装部队投入战场支援安杰，而安杰认为自己的逃离可能性微乎其微，要求优先支援格里芬的指挥官。安杰准备前往基站建立通讯，途中遭遇原军方感染者围堵，危急之时被忤逆小队 AK-12 和 AN-94 解救。众人朝北继续前进，途中发现一处军方通讯据点。AN-94 黑入通讯设备，得知军方参战部队即将重新集结。AK-12 建立主动通讯通道，安杰将哈维尔提供的撤离点坐标发给了指挥官，而叶格尔再次发现并强制通讯接入。军方开始向通讯站集结，安杰等人也开始转移。他索弹爆炸1小时后，格林纳与格里芬部队在新的撤离点等待救援飞机的到达。404小队也赶到格里芬临时基地修复重伤的 UMP-45， 而此时突然出现的白色敌人袭击了格里芬的各个撤离据点。HK416 加入了游击小组，一同抗击。格里芬维修室中，德尔对 UMP-45 进行远程维修 ，UMP-9 要求希尔联系运输机转移404小队。同时，前线指挥官重装部队到达战场，消灭了入侵部队后，416游击小队支援蟒蛇梯队所在的据点，与蟒蛇梯队会合后，完成据点防御，并击杀了敌方指挥头目涅托。蟒蛇梯队也加入了游击小组，格里芬敢死队正式成立。救下格里芬 9A91 和 MP40 两支小队后，格里芬敢死队前往76号据点牵制敌方部队，以保证撤离点的任务。战场的另一侧 ，SOP2 的据点被军方发现，向指挥官求援，众人开始坚守据点。指挥官接到 RO 的求救通讯，重装部队转场前往支援。SOP2 等人弹尽粮绝之时，指挥官的重火力支援部队赶到现场，消灭了军方部队。SOP2 等人在指挥官的指示下，前往416游击小组所在的防御据点与其会合。消灭了76号据点的先头部队后，白色势力开始对撤离的基地发动了总攻击。格里芬艰难抗击，成功击败了敌方头目涅托后，涅托自毁，敌方停止了进攻。运输机到达了撤离点，格里芬人形也开始全面的撤退。HK416 与 AK-74U 及404告别以后，与 SOP2 等人参加了指挥官发布的特殊任务，前往污染区救援安杰。忤逆小队找到救援小队留下的记号，与格里芬小队会合。安杰受到严重的辐射昏厥，众人转移进弃用防线。此时叶格尔带领军方部队对其发起进攻，格里芬小队暂时抵挡住了军方的袭击。醒来后的安杰决定实施前行逃离，众人找到包围网缺口，突出重围。安杰再次昏厥。AK-12 决定只让安杰和忤逆小队进入大楼，通过伪装信号躲过搜查。格里芬小队伪造安杰的信号，在指挥官带领下充当诱饵，引开军方。而叶格尔怀疑安杰利用生命体征减弱躲过军方的扫描，
叶格尔分派军方主力追击，让侦察队继续监视废弃的大楼。指挥官使用重火力小组剩下的炮弹制造 IED， 同时军方追击部队发现了逃离队伍的伪装，格里芬小队开始向大楼回防。大楼外的军方侦察队碍于重火力小组危险无法进入，叶格尔命令军方所有的部队集结包围大楼。416为安杰注射了从军方据点获得的肾上腺素，武尼小队继续设置 IED， 军方攻进了建筑， IED 设置完毕，但引爆装置未能完成。安杰再次注射肾上腺素后，命令武尼小队带上格里芬人形撤离至屋顶，自己留下来面对叶格尔。叶格尔独自进入3楼与安杰对峙，安杰以引爆 IED 及他梭叶脏弹威胁叶格尔。叶格尔考虑部下安全，选择妥协，并命令部队全部朝安全区撤退。随后，武尼小队带着安杰跳下窗户逃离。格里芬小队准备帮助指挥官撤离，而指挥官所在的安全屋受到白色势力的进攻。M82A1 通讯联络格里芬小队，小队折返，试图突破防线营救指挥官，结果白色势力抢先攻破了安全屋，指挥官被涅托击晕带走，白色涅托留下来拖延格里芬小队。眼看防线无法击破， SOP2 只能引来大量的感染者冲击白色部队的防线，而白色涅托却下令禁止攻击受袭者。M82A1 抓住机会狙杀了白色涅托，而赶到安全屋却发现指挥官已经被劫走。安杰击毙了留下的涅托，众人撤离战场。指挥官苏醒以后，发现自己被白色势力抓捕，而 UMP-45 黑入了其中一具涅托躯体，告知指挥官尽力拖延时间，等待救援。随后，涅托对指挥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审问。睿智的指挥官百般牵扯，为支援争取了时间。通讯结束，指挥官并没有提供和主脑接触的情报。涅托向父亲大人汇报了情况，而同时，指挥官在 HK416 的指示下脱离拘束，并取得了武器。父亲大人下令灭口。指挥官射杀了3个未被操控的涅托后，与 UMP-45 和 HK416 会合，一同逃离审讯室。UMP-45 通讯告知已将指挥官成功营救出审讯室。格林纳带领格里芬部队攻入疗养院进行救援。2个月后，治疗痊愈的指挥官会见了国安局局长泽林斯基，在泽林斯基的威胁下，被迫与安全局合作，自己也接到了一个新的工作，搜寻安杰利亚的下落。有序稳留事件3个月后，指挥官接到任务，前往南部城市贝莱格莱德，联系当地情报线人搜寻安杰下落。指挥官格林纳、RO 和 SOP2 一同出发，通过16 Lab 的伪造身份，4人抵达了贝莱格莱德。当晚 ，RO 黑入城市摄像头系统，搜寻到疑似线人手下的改造人形正在被白色势力追踪者围困。RO 和 SOP2 利用电子战帮其脱困，结果交涉未果，人形逃跑途中被远程熔毁。根据残留的数据 ，RO 找到了线人的居所，而此处却已经被袭击过了一次。通过假死的替身人形存储器，两人得到了线人逃生通道启动码和城市下水道结构图。下水道早已被白色敌人占据，潜入途中破解闸门系统，却中了敌人的圈套。在情报线人 K 的通讯引导和 MK46 小队支援下，两人暂时利用闸门堵住了敌人。敌人试图通过放水淹没两人，关键时刻，指挥官远程入侵控制打开了闸门，救下了两人。K 也露面相见。K 告知了指挥官白色敌人的来历，他们是来自污染区的大批 EILD 感染濒死者。被威廉一方改造成了生化人和机械的混合体，建立起了90卫士的军队。K 将装有情报的手提箱交给 RO， 随后娓娓道来了安杰利亚的故事。剧情目前到此结束，第一阶段的剧情以他梭点为高潮结束，而第二阶段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不过第一阶段的一些重要事情依旧不明不白，也许后续的编剧会有补充。这个地方我们对4个主要的点做一些推测。我们假设现代弦论成立，坍塌物质可以解释为可变振频的弦，能在基本粒子构造层面介入，既可以运用在叠加态界定，让量子计算直接工业化，也可以作为非核大规模武器使用。单论用好这类物质，人类文明就能在理论层面跃升。而基于坍塌物质的遗迹文明以及遗迹生命遗体 Gaviro， 联合国在1992年的重现计划试图通过 Gaviro 基因相性胚胎 G37号罗斯和 G114号莉莉重启遗迹，
可20年后仍以失败告终。2049年面世的90卫士也在研究如何重启遗迹，主要分歧为3个派别。第一是威廉派，借探索物质、催化生化人、沿袭葛维罗重现计划的思路联系欧加斯。第二是莱克派，借遗迹亲和个体的脑扫描制作超级 AI， 通过欧加斯协议联系欧加斯。第三则是帕斯卡派，借遗迹亲和个体的脑扫描制作第2代战术人形心智云图联系欧加斯。最终呢，威廉没有成功，所以才有了10多年后的3女神计划。帕斯卡不知道算成功了还是算中途改变了想法，而莱克可以算真正意义上成功的人。目前格里芬在对抗威廉派的白色势力，双方基本是死敌关系。而根据面包房少女的设定，10多年后的2078年，威廉还和南联的菲利普博士进行了称为3女神计划的第2次葛维罗重现计划。菲利普在2086年死于非命，而威廉却一直活到了最后，直至设定集的末尾2112年第2次南极战争中依旧混得风生水起。关于格里芬，他们的故事似乎从未出现过。从常规来看，如果世界观不做大幅修改，格里芬的未来基本是凶多吉少。不过呢，在罗联内斗之时，南联一直在潜心研究，而2089年第1次南极战争由纯科研性质的空洞城市发展起来，人口还不足3000万，且无任何正面作战经验的南联，居然能全面压制罗联。我们不禁遐想，会不会是格里芬等安全承包商的到来，带来了战术人形体系和丰厚的作战数据，结合南极先进的研究，铸成了南联强大的军队呢？这也是一种可能嘛。关于路尼西亚，游戏中仅存的线索显示，她是一名被诱导杀害某安全承包商高官的小女孩。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只能推测出是遗迹基因的相信个体。而一些细节让我们不禁怀疑，这个小女孩真的这么普通吗？有序稳留指挥官醒来看到的涅托，第一反应有一个选项是 MC1， 那么能否说明涅托拥有路尼西亚的面孔呢？而10多年后3女神计划，威廉博士也以路尼西亚作为其的命名。这个小女孩90卫士3名天才高度重视，威廉博士甚至数10年都在执念这个名字。也许路尼西亚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女孩，而是一个秘密，一种宿命吧。